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4月4号，星期五，现在是欧洲的时间晚上11点。那么美股呢已经收盘了啊，我刚刚吃了点夜宵，然后呢给大家来一期关于股票、黄金的一个视频吧。因为前两天呢也有网友问我，他说你怎么这两天不发那个股票的视频了啊？很想听你讲一讲。其实我也很想聊啊，但是呢，我前几天一直感冒，一直感冒呢，人晕乎乎的啊。你让我谈这种就是伤脑细胞的东西呢，我就有点力不从心。而且啊，很巧，就是有一天我正打算要聊了，是哪一天呢？就是那个小米啊发布什么史上最强业绩的这个那一天。我打算聊一个话题，就是小米股票准备要开始下跌要下跌40%，40%是我自己研究判断的啊，就也可以大家觉得是胡说啊，反正我们可以后面看一看，对吧？那么后来因为感冒我也就没录，然后呢又有一天我想录了，它已经下跌了，下跌了，这两天不是小米汽车还出事了吗？然后有人就是司机就失去生命了，对吧？出车祸了所以像这种情况，我就不想录了因为一期视频，哎，猫别动啊，这个猫，哎，我一个猫它给你捣乱，猫咪捣乱猫咪别动了啊。那么就是一期视频我觉得小事情但是人家生命失去了，死者为大，对吧？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所以我后来就不录了那么这一周呢，总算是一个疯狂的一周我把它称之为什么呢？我觉得是那个川普总统梭哈的一周就是他跟大家一起在玩牌，对吧？他喜欢用玩牌来比喻。那我觉得呢，他昨天丢出了这个史上最强的关税就是他在牌桌上给大家手一挥他说哈你们跟不跟？你们手里有没有牌？对不对？挺疯狂的。2天跌的真的是跌的这个血流成河这个美股，你要是不看的话，你也以为是 A 股呢反而这个中国的 A 股最近走的特别的稳健。我呢也是投资了一些中国的 A 股虽然还没赚到钱，但是呢，就它绝对没有像美股这样跌但是后面再看吧，对吧？因为现在也难说，说不定周一开盘了比如 A 股也跟着跌，也有可能当然现在不知道，但总体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像美股跌得这么惨。这美股呢，其实我前几个视频只要看过我视频的网友，应该都有印象我就说了，我每个视频只要聊股票的，我都会说到这句话。我说，川普只要他上台，他上台以后，这个股市就开始会下跌而且是大跌。只有等它跌完以后，才会开始上涨，对吧？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因为关税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的重要就是方向，对吧？这股市不是涨就是跌，就方向你要去看清楚那么至于什么原因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华尔街的原因你要我说，我只能说这是华尔街的原因，对吧？所以呢，虽然我也买了一些就我在上个视频我也说了我说我也买了一些，但是呢，因为我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嘛，所以就是我就买的很少就不痛不痒的。那么我今天呢也买了一些，今天稍微买的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呢，就是下周应该是很好的一周，应该会有上涨的一周我也可以给大家说，我今天买的是英特尔还是我之前一直看的一只股票
我当然这个不是投资建议啊，只是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就是视频聊天嘛，对吧？我就怎么样想的，我做点什么我就告诉大家，诚实的说啊。当然我也不知道它一定会涨还是会跌，对吧？但是我觉得现在价格挺吸引我的啊。但是之前呢，一直有网友啊，他骂我啊，他说那个我老是说这个英伟达，还有那个特斯拉啊被高估了，被高估了。我去年就在说啊，然后我说英伟达一定会跌到100以下的啊，就这半年，那现在还没半年啊，现在才4月份，对吧？特斯拉啊，也是的，我也给他说过一个位置，我也忘了多少了。后来我特斯拉没怎么聊了啊，我就没怎么说，因为我后来觉得呢，就是特斯拉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记得我说过是马斯克的原因，对吧？他不务正业了啊，开始搞这个政治了啊，所以呢，这个股市肯定会跌。当然了，就他不去搞政治啊，就现在的这个趋势一样也会跌，只是跌多跌少的原因，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嗯，稳健的话，肯定还是什么像苹果啊这种啊，稍微好一点点啊。但是呢，我觉得也不会再惨到哪里去了啊。就现在这2波啊，应该也已经够了啊。就短期里面不太会再继续向下跌了啊。至于那个关税这个，我觉得，嗯，其实他现在只是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对吧？啊，就真正的到执行，执行多久，能够带来多大的伤害啊？是否真的一定会有伤害啊？还有就是未来究竟怎么样？这个东西其实，说不准的啊。因为就目前本身来讲，大家只是觉得，哎，你做了一件这个事情，产生了一种担忧，对吗？我说了，这个就美国它这个经济的基本面，其实在短暂的这段时间里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啊。就像那个今天礼拜五嘛，发布了那个非农数据，非农数据是远超预期啊，就说明这个经济应该来说还是可以的，对吧？所以就是嗯这些啊，就是我觉得是华尔街的关系啊，就是这个股市就会这样跌啊。但是呢，投资者对吧？全世界的投资者啊，那些疯狂迷信科技股、疯狂加杠杆的人，那在这1、2周里面肯定是过得不好的啊。这个是，所以说呢，就不要去加杠杆，要注意风险，对吧？那我自己呢，我也讲一讲我的情况啊，因为我呢，像今天我是买了英特尔，上一周好像是买了一个什么，买了一个买了一个羽绒服吧，加拿大鹅好像是那个股票，因为我之前赚了一波啊，我从多少，反正赚了20%-30%吧，就前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呢就跌下来了，跌下来了以后，我就一直在观察它，然后呢我就买了进去啊，买了进去，下跌了一点啊，我呢大概也亏了10%啊，但是呢我的量买的很少啊，然后呢在那个黄金呢双倍做空黄金的这个呢，我在黄金涨到3100以上的时候呢，我又买进去了啊，所以就是黄金呢这2天稍微也赚一点，所以也就差不多就弥补了啊上一次的这个损失，对吧？但是呢，那个加拿大鹅我也没有放弃它啊，我还是长期看好的，所以我也留着啊。那么今天呢，我还是买了一个英特尔，英特尔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现在的价位很吸引我啊。像英伟达还有那个什么特斯拉，我现在不敢买。说句实在的，就算跌到100以下啊，我都不敢买，因为你很难相信啊，它是会发生什么啊。但是像英特尔呢，我认为它已经跌了足够长的时间啊，所以它也应该雄起了啊。嗯，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信心啊。因为做股票做投资，对吧？这个都会经历这个阶段的啊，这个没有办法。只是呢，就是我觉得投资呢要全方位的啊，多方面的去投资，对吧？就像我那个A 股我也投啊，美股我也看，是吧？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啊。还有就是呢，有的网友啊，我也回答你，不是我不想
天天去做一个什么股市的评论，因为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对吗？这股票这个东西啊，包括别的金融产品，像黄金啊什么，它都是有一定周期性的啊，就是每天去做这个分析啊什么的啊，可能就为了去赚点流量啊，但是绝对不是去做金融投资，就是应该去这么操作的一个问题，对吧？你可以每天去看一下，每天去观察一下，但是你每天去分析啊，说这当中有什么机会啊，这个意义并不大啊，真的并不大。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周期性的，对吧？那么我今天录这个视频呢，我认为它的周期性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就算下跌再延续下去啊，我认为也不会很久了，就最多就是下周头一两天的事情，甚至就有可能下周直接就拉起来了啊，这个是我的判断。至于就是我觉得投资这个东西啊，方向比细节要重要啊，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一开始这个英伟达到了140，对吧？就那个时候它拆股了到140啊，我觉得它开始要向下跌了。那么至于它到底是跌10块还是20块，这个不重要，或者它跌三个月还是5个月，这个不重要啊。我看的位置，比如说是100块，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就很重要，对吧？就像川普他现在搞这个税收啊，史上最强的税收，我就觉得他现在就像跟大家在玩牌，然后啊这个牌刚发上来，他就直接往前一推，他梭哈了，对吧？你们跟不跟啊？他直接就给你先梭哈。那么他之前啊，他也采用过很多方式，对吧？就是跟你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这个组织、那个组织谈不完，就你没有这么多人力啊，你也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啊，就你谈不完这么多的这个关税，对吧？所以他现在采取的也是最快、最简单啊，这种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赚了我10块钱啊，你现在还给我5块，一半，对吧？啊，就不要你多啊，先还一半这样的一种策略。那如果说你要跟我报复啊，你也加，那行没问题，我下面可能还会再加。我觉得他现在采用是这种策略啊，至于这种策略有没有效啊，这个不好说啊，这个真的说不准。我觉得这个不是就是说靠理性分析能够分析得出来的问题啊。所有的我看到的一些报道，我认为都是在带节奏，或者说是一种舆论导向啊。但就是说这个关税到底伤害有多深，可能不同的人会受到不同的伤害，对吧？就是大家并不知道啊，甚至有可能因为这个关税啊，股市还会大涨，这也说不准。这种事情，这种就不可预测性的事情，我觉得是很多的啊。就像有的人啊，他拼命努力，拼命努力去要达到一个目的，但是呢，他有可能就会很失望啊，最后努力也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就是倒霉，对吧？但是你像这个川普啊，我觉得他是有雄心大志的啊，他觉得美国的基建太落后了啊，凭什么美国给你们赚便宜呢？是吧？啊，我也要把经济搞起来，我也要就是重振美国的雄威，是吧？但是就这样搞那样搞啊，有时候还是命运啊，我觉得要相信一点命运，就他这么搞到底能不能有效果啊？这个不知道。同样的，这个在股市投资里啊，在投资上也是一样的，就是像现在这种市场已经极度的悲观情绪的时候，反而有可能啊，我觉得会马上乐观起来，会有大的上涨，好吧？我反正就今天先说到这了啊，我们下周看一看，谢谢。